伤得不重，先止上血，等回到驿站，再调些药膏，给他敷上，好的就会快些。真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医术啊！谈不上精通，就是在敌国草原的时候，略学了一些救急的方法。昨天晚上的情形确实十分险恶，子瑜只能看着两支箭射向公子，却束手无策。是啊，若不是这件蓑衣，冲儿必死无疑啊。还好有这件蓑衣，挡住了这支致命的毒箭。昨日还活生生的一群人，今日就隐于焦栗之中，终究是我的错。公子千万不要这么想，这些人受人蛊惑，有错在先。我清楚得很，是我不好了，是我太心急了。公子，难道真的是杜仲、方润他们狗急跳墙？若真是如此，他们也太胆大包天了。在利益面前，不管是百姓，还是我这个公子，谁阻杀谁，这叫利令智昏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对付这种人，就要比他们还狠。公子，公子，离行方知昨夜变故，公子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子怡兄，你去找几辆马车，把这些尸体拉出去，掩埋了吧。好。公子，这些暴民不知好歹，差点把你害了，何必费力安置他们呀？其实，百姓最是无辜，他们最容易被诱导和利用。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善良，只要稍加疏导，便可以天下祥和。只可惜，哎，不说了。离衡敬佩公子为人，我要留下来帮助公子平乱。公主的好意令重儿十分感动，可是此地十分危险，公主不宜久留，还是请早日回国吧。莫非公子嫌离衡拖累？重儿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我就留下来，帮助公子，直到新田之乱平息。好，这眼下灾情紧急，多耽误一日，就会饿死更多的百姓，还会引发更多的暴乱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先弄到粮食，稳住百姓才是。公子，子瑜对于公子的爱民之心十分敬佩，只是子瑜是公子的陪臣，实在不能让公子陷于危险之中啊！还请公子立刻回朝，待禀告国君之后再做打算。不，我不可能回朝。现在遇到困难我就回去了，那新田的百姓怎么办？公子，公子，忙了一整日了，快吃点东西吧。离衡公主，你从哪里找来的食物？城中有一大户，专门用粮食兑换细软，但是贵得吓人，一对金耳环才给半张饼，一块玉苑外加2个指环，才可换1整张饼。我当光了身上的全部首饰，也就换来这些。你刚才说有个大户，他们怎么会有粮呢？就是门口挂匾的那一家，好像上面写了一个荀字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家为何还有粮。子曰，你知道此事？荀氏历代为官，是显赫的豪门，这一代以荀息位高权重。新田的宗主是其兄荀伯，所以他们有粮，这倒也不稀奇。
好，有粮就好。走，随我去借粮。走。哎。哎呀，公子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失礼失礼呀！公子到老夫府上有何贵干呢？重耳是来向巡伯借粮的。哎呀，老夫实在是无粮可借呀。虽说家里有些未去壳的粟子，也是为妇孺老弱留的。这个灾荒之年呐，老朽是有心无力呀。那您看看，这位您可认得？不认得，从没见过。您当然是不认得了，他全身的家当都去换了您家的饼了，连我都快不认得了，何况是您呢？我才刚从你这里出去，我把我的玉苑、耳饰、金镯还有凤簪都给了你，才换得3张饼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？公子，这女人满嘴的疯话呀！灾荒之年，别说老夫没有粮食，即便有粮，定当献出赈济灾民，怎么可能趁机讹人钱财呢？这也不是我巡视一族的做派呀。巡伯，令弟在朝为大夫，我想巡视一族的风范应该是重礼重义的吧？不如看在我与令弟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几分薄面，把粮借给公子吧。老夫着实无粮可借呀。那我就再问你一句，借还是不借？公子，老夫说无粮，你不相信？那你到老夫的后堂去搜上一搜，如若搜出粮食，老夫白送给你们。好，不借，没粮。公子别着急，黎航愿意回国为公子筹粮。公主心地善良，重儿自是感激万分。可是黎荣国力有限，此前献粮已经尽力，若再筹粮，就是逼着黎荣国的百姓饿肚子。天下众生都是一样的，这种损人利己的事，重儿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公子，你真是仁义。谢公主夸奖。这样，你先回去整顿人马，等一会儿真的动起手来，你好前来接应。公子，这巡伯一再推脱，恐怕此事难办了。这眼下大荒之年，人人都饿得皮包骨头。你看他们家，连下人都红光满面的。若说没粮，打死我也不信。这巡伯吝啬之名，在都城我都有所耳闻。他家的钱粮只进不出，如若他不答应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哼，客客气气地跟他们借，他不肯，那我们就只有抢了。可是，如若公子带头抢粮，不仅会触犯国法，日后也会遭公族所弃的，还是三思而后行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就在此处盯着，一旦找到了藏粮的地点，我们就动手。什么人？公子，巡部家藏粮的地点。这香喷喷的楚国青米饭，配上肉羹，实乃
人间美味啊！禀告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重耳公子带了很多人，把咱们在城南的粮仓给围了。速点其家中全部家事，随我前去护粮。喂。有粮食了，这下更好，太好了！这。公子，里面全都是粮食，堆得满满的。太好了！乡亲们，未经主人同意，借粮便是抢，这是触犯国法的。但是眼下灾情紧急，多耽误1分，就会多1人丧命。所以，重儿在此开仓放粮。但是粮食取出来之后，大家千万不能疯抢，要按人、按户登记领取。公子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对，公子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公子，不如把门砸了，我们闯进去吧。不用，这违法之事，还是我来做吧。干什么？走开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是强盗吗？这是我的粮仓，老夫要杀了你！大家快住手！杀！快放开！重儿，老夫敬重你为公子，你也该自重些吧！竟然带人抢夺老夫的粮食！您不是说您家没有粮食吗？怎么今日又说这粮仓是您的了？您现在站出来了，晚了。你欺人太甚！你无耻！反正今日的粮食，重儿是抢定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有恨，我抢了你的粮食，那我就让你出这口气。来吧。好，那老夫就杀了你！哎呀！完了，要了老夫的亲命了！气大伤肝呐！您说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为了这身外之物再伤了身子，值得吗？算你有种，你狠！别再伤心了。今日的粮食，就算是重儿向您借的，重儿日后必如数归还。你离开了新田，回到都城，你还能人渣？啊，对了，这个呢是国君赐我的玉珏，今日我就拿它当个凭证，日后您拿着它可以到都城，随时找我兑换钱粮，重儿绝不抵赖。你抢夺粮食在先，这承诺在后。似恶非恶，似善又非善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呐？重儿只是想让灾民活下去，这人命比天大。